好，你看啊，这个早上我就拿家里面剩的这个亚克力板，就是这个板，从乐高的这个箱子里面拆出来，这种大的亚克力板，从这种大的亚克力板，然后呢，我自己切割了一下，就做成了这种，看，做一个给这个主板做了一个小机箱。其实这个主板之前我就是因为你看啊，它这个上面很高，它这主板很高，它好多这个凸出来的位置，比如这个光模块的这个接口，然后高了很多，能看到就高了很多。然后下面一个风扇，然后呢更奇葩的是，你看它这边是一个 I/O 接口，然后呢这边还没有，然后呢这边它又有这个电源按钮，然后呢这个 USB 口也在这儿。然后这边也有，这边是一个就是插那个 SAS 那个硬盘的一个接口，所以它三面都有接口，这样的一个主板。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它为了让能使用啊，我就给它加的这个铜柱，这个铜柱是你看一个手指比手指高一点点嘛，这样的铜柱几厘米，我们2厘米左右吧。然后呢，我就给它加上了，加起来之后呢，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这种用铜柱给它做了一个支架嘛。然后呢，今天有这种亚克力板，我就拿亚克力板去做了一下切割。这个切割的过程呢，我没拍摄，很可惜啊。以后我再做的话，我会再记录一下。然后，其实自己手动切割的时候，做法是很简单的，就是你量好尺寸以后，然后就是拿美工刀在上面歘，然后呢把它划出一个就是划痕，然后呢那个在桌子上一压，一使劲一掰就给它掰断了。然后呢就是量它这个尺寸的时候，好就好在是我把亚克力板直接架到这个铜柱上，然后铜柱就亚克力板是透明的嘛，然后铜柱它就是一个参照点，我就按照这个铜柱，然后拿一个马克笔在上面一描，然后这个板呢，它本身上面是之前有一个孔洞的，然后我就直接以它作为一个起点，然后其他的点的话就直接拿这个记号笔去做标记，然后我是用的一个就是电动螺丝刀上面的一个钻头去先把它们切割好了之后，我再拿电动螺丝刀上的钻头去打的孔。然后呢，打孔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奇怪，亚克力板用那个电动螺丝刀的那个钻头去打它的时候，它会可能是因为受热了以后，它的那个亚克力的那个塑料这个屑啊，它会很硬，固定凝固在那个钻头这个前面，然后你就要钻一下，然后再清洁一下，钻一下再清洁一下，就反复要清洁，就是打孔稍微耗费了一点时间，但总体来说的话，做这2块板还是比较简单的，没有花费很大的功夫。然后紧接着就是做好了以后，然后呢孔位其实还挺合适的，直接就拿螺丝固定。然后正面的话直接用的这种也是用的铜柱铜母去固定的。然后呢背面和就是刚刚那一面不太一样，背面的话大铜柱是一个母铜柱，然后呢我直接拿着这个小螺丝去固定上了。后来呢我是这样想的，因为用螺丝固定是因为这一面我不需要频繁的去拆卸它，因为这面就一个风扇，然后呢我这个是4面都是开孔的嘛，我不再封4面了，这样的话呢它风道应该是散热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呢这一面我就不用再去经常去拆它去装什么东西，不需要，就只要这一面的话，所有主板正面的东西都在这一面嘛，内存条，然后呢还有几个这个 SATA 口，还可以再去装这个 M.2 的这个硬盘，对吧？这个接下来可能都是需要去拆和装。然后呢这个部分的话，我就用的这小铜柱随手一拧就能把它拧开。好，来再展示一下我的这个成果，其实很快就把它做好了，我还觉得不错。然后整体还仔细可以看一下这个细节，整体其实还可以，稍微有一点毛边，然后它整齐度其实还算可以，因为纯手工切嘛。好的，我就记录到这里。